我和姐姐是天生异孕的双生灵狐，蛇族和兔族为了繁衍子嗣向狐族求娶嫡女，姐姐一眼相中了帅气逼人的蛇族族长，可不料成婚几年，姐姐依旧没有身孕，蛇王暴怒将姐姐关进地牢，日日受折磨。而我虽嫁给又老又丑的兔族族长，却一连生了好几胎兔宝宝，稳稳坐住王后宝座。姐姐因此对我怀恨在心，趁着两族共同祭天之际将我推下悬崖。在睁眼，我接回到了蛇族和兔族定亲那天，这次姐姐毫不犹豫选择了兔族族长，我就知道姐姐也重生了。我微微勾唇，这一世兔族的折磨轮到她了。前世姐姐看着蛇族族长一脸帅气，就求着母亲非要嫁给他，还假惺惺的跟我说，这蛇族族长看着不像疼人的，姐姐嫁过去也是替你受苦。这兔族族长虽年龄大，但肯定会疼人。母亲也一脸欣慰的看着姐姐，她一向偏袒姐姐，看着母亲的表情，我就知道这门亲事我不同意也得同意。可是如今姐姐却迫不及待的跟母亲说，我要选兔族族长，妹妹体弱多病，应该让蛇族族长好好保护妹妹。母亲一脸震惊，疯狂给姐姐使眼色，可是姐姐却充耳不闻，依旧自顾自的说，母亲，我不管，我就要嫁给兔族族长。我假意开口劝道，姐姐，你现在不选蛇族的话，以后可能没机会了，而且兔族有什么好的？兔族族长又老又丑。我说完好像意识到什么，立刻捂住了嘴。姐姐听我这么一说，好像怕我抢了兔族一般，立刻回应道，妹妹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这次幸福属于我，你就等着被日日折磨吧。母亲看着姐姐一脸坚持，没办法，只能向父亲回复。于是我们就这样选定了夫婿，等着花轿上门。期间姐姐还把我属于我的嫁妆分走一半，母亲还极力劝我，你姐姐嫁给兔族还不知道要受多少苦，你就让着点儿你姐姐吧。从小到大，母亲总是偏心姐姐，我苦笑了一下，点点头，心里却是不怎么在意。蛇族本身武力值高，族内更是什么都不缺，但兔族就不一样了，本身武力值就低，平时更是东躲西藏。前世我带去的嫁妆，兔族就眼红开始哄抢，若不是我使了一些手段，怕是从一开始这些嫁妆就被抢光了。这一世我倒要看看姐姐怎么处置这些嫁妆。大婚当天，一个面色高冷、身上发着灵光的英俊男人和一个年过60满身褶子的男人同时来接亲。姐姐一脸幸福地走向兔族族长，兔族族长也因为娶到狐族嫡女而洋洋得意，而蛇族族长身穿一袭墨绿长袍，身形修长，肩宽窄腰。我看着姐姐洋洋得意的笑，心里止不住的冷笑。兔族族长并不是表面那么和善，他压根不知道兔族族长软弱无能，家里娶了好几房妻子，天天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，而且他还有特殊癖好，不是个什么好东西。临上轿子之前，姐姐开口道，妹妹，蛇族世家地位高，能嫁过去就是你的福气。我不知道究竟是福还是祸，但我只知道我不想再过东躲西藏，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了。蛇族族长沈清也不是善类，蛇族族内根本没有道德伦理，有的只有子嗣。上一世姐姐跟着沈清3年怀过一次孩子，只不过没有活下来。孩子死后，姐姐以为是沈清身边人害死了她的孩子，于是开始大哭大闹，逼着沈清将她身边所有人都打发干净。可沈清不会为了一个异族人而怀疑伤害自己族内的人，经过她无数次的无理取闹，沈清最后以她嫁过来数年无子为由，将姐姐关进了地牢。工匠师们想用并下令道，除非她怀上蛇族的孩子，否则这辈子就在地牢里待着。而兔族族长为了我将身边人打发干净，极致的宠爱我，于是在兔族与蛇族议和之日，姐姐打晕地牢里的将士，跑到了议和地点，我们两人又见面了。我看着蛇族丰富的物资，心生羡慕；姐姐看着我兔族族长如此宠爱我，心生嫉妒。趁我不备，将我推下悬崖。这次她费尽心机嫁给兔族族长，我只能尊重她的命运。姐姐提着喜服，欢天喜地的上了兔族破破烂烂的花轿，我忐忑不安的上了蛇族的豪华轿辇。我在心里默默安慰自己，这辈子只求荣华富贵，不求真情，只要过得比上辈子好便知足了。刚到蛇族，我们俩拜堂成亲以后，便有将士来报海族来犯，各族为了抢夺地盘与食物而征战已经是常事，只是没想到会发生在我们结婚当天。沈清让人将我送回房间，自己则回到书房将婚服换成战甲。我跑去书房找他，他正在穿战甲，一言不发。我沉默地接过手下手中的衣服为他穿上。沈清看着我的眼神闪过一丝异样，我被他盯得有些紧张，开口道，你自己小心，上一世海族来袭。沈清作为将领，因为营救属下而身受重伤，我若是在他身受重伤时照顾他，这样我也能尽快在蛇族立足。沈清闻言点了点头，他让人带我到处转转。蛇族的建筑要比兔族的豪华很多，到处都是高墙绿瓦。蛇族少年淡定地给我介绍各处，一路走来，我发现很少见到女兽人和小娃娃，可能看出我的疑惑，少年开口道，蛇族女性本来就少，而且子嗣很难孕育，现在族中有2名怀有子嗣的女人都在月阁楼。我知道蛇族族内子嗣很难孕育，但没想到竟然这么难，怪不得前世姐姐会因为孩子而闹得整个蛇族鸡犬不宁。我试探性开口问道，既然这么难以孕育，多娶几个不就好了吗？谁知少年一脸鄙夷，虽然难以孕育，但也实行一夫一妻，绝不背叛自己的伴侣，这是我们蛇族历来的规矩。你初来乍到，我劝你好好守着规矩。我连忙点头。少年看我愣神，开口道，你刚刚来，很多地方不熟悉，这段时间先熟悉熟悉。我正要往沈清的住处走，就听见后面有人叫我，你是族长新入门的夫人吧？这里有人给你用通讯传信了。我接过信件，发现是姐姐如烟的来信。婉柔，你已经到了蛇族了吧？怎么样，沈清是不是抛下你去打仗去了？新婚就把你抛下了，以后的日子可想而知啊。蛇族族内的规矩特别多，还是需要妹妹自己解锁哦。希望你最后不要被这些规矩压倒。沈清阴冷凶狠，手段极其残忍，你就等着被折磨吧。哦，对了，你姐夫也就是韩风，他对我特别好，族内的食物都已经做成我喜欢的口味了，而且他第一天就把族中一部分权利给我了。我看完来信后只想笑，兔族族长生性放荡，娶的妻子不计其数，如
如烟不知道的是，在娶她的当天，韩风已经和他身边的一个婢女勾搭上了，只不过现在他们还处于新婚时期，韩风还对如烟宠爱有加，不知道将来如烟知道以后会怎样。想到这里，我扬起了笑。少年回头，谁给你传的通信啊？这么高兴？我摇了摇头，没什么。少年自顾自地接着说，我叫沈腾，你有什么事情都可以来找我。我点点头。到了吃饭的时候，我看着族内人都在河边，手里拿着肉和菜边洗边吃，看着他们手里的生食，我的胃一阵恶心，实在是受不了，只能选择自己动手。我找人借来火种将肉和菜烤熟，很快烤肉的味道笼罩了整个蛇族，不少蛇族人闻着味过来看我生火烤肉，当场我就教会了不少兽人。在蛇族这几天我也算过的自由。我在跟沈腾学习管理内帐时，一名族内将士跑来禀告，不好了，族长中了海族的埋伏，受了重伤。我心下一惊，没想到这么快。沈腾立刻准备人马去找沈清，我一把拉住他，也带我一起去吧。沈腾脸色一顿，你刚嫁过来，若是途中有个3长2短，我没法向族长交代。没事，若是出了什么事，我自己一力承担。在去找沈清的途中，我们路过兔族，前世沈清并不知道兔族与海族联盟一块想解决掉蛇族，只因为蛇族物资丰富，他们两族前后夹击，打得沈清猝不及防，蛇族因此元气大伤，沈清更是伤势加重。这一世，我会带着沈清冲出重围，到了兔族的领地，我们被兔族将士围困住。我见到了许久未见的姐姐，她看到我脸上流露出遗憾的表情。妹妹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真是对不起你，早知道蛇族会就此陨落，我就不会让你嫁过去了。你一定吃了很多苦吧？对了，你在那边过得还好吗？要是过得不好可怎么办呀？她一边说一边抹眼泪，若不是看到她上扬的嘴角，我是真的会被她表面的功夫骗了。我在心里暗骂她可真会演戏。我顺着如烟的话，确实过得不好，比不上姐姐你，毕竟我每天都能吃饱喝足，还能自由自在。如烟脸色一寸一寸的暗沉下去，前世她一直都想延续狐族的习俗，找不同的兽人，只可惜蛇族向来信奉的都是一夫一妻制。婉柔，我告诉你，你别太得意，你以为沈清还能像上一世活下去吗？就算他命好活了下来，你以为你就会好过吗？你得日日守在他跟前照料，哪还有自由可言？我勾了勾唇开口道，这可是拉近我们之间距离的好机会，我可以趁机让沈清跟我成为真正的夫妻啊。若是以后生下孩，那我岂不是在蛇族的地位更稳了吗？这是前世如烟的手段。沈清刚被救回去的时候身受重伤，如烟身为蛇族族长的妻子，自然得承担起照顾沈清的责任。可是如烟每天只想着花枝招展，方便他自己出去勾搭别的野男人，无奈沈清的那些将士只能硬生生的将如烟压在沈清床前，逼着他照顾沈清。沈清好后，他竟然主动想与沈清欢好，为的就是能生下孩子，好能让他自己在族中的地位更稳，这样他才更能干自己想干的事情。可是偏偏天不遂人愿，他自己好不容易生下来的孩子却夭折了。如烟冷哼一声，你以为沈清真的能活下去吗？我心里顿了一下，我能凭借上一世的记忆让沈清突破围困，但如烟也能靠着上一世的记忆让这个圈套更加牢固。我抬眼看了一眼如烟，她一脸得意。我想现在这个圈套可能比前世更加不好破。沈腾也带着人一遍又一遍的想运功过去，可每次都是以失败告终。我走到沈腾身边，将我的想法告诉他。沈腾脸色一沉，此次行动很危险。我还是那句话，若是出了什么意外，我没法向族长交代，而且你没有武力，若是真遇到危险，你怎么自保？沈腾，我既然已经嫁给了沈清，必然会不顾一切的将她救出来，而且我们不一定要靠武力，可以靠智慧。沈腾依旧不肯松口，我叹了口气，接着劝道：蛇族孕育子嗣本就艰难，若再因为战乱牺牲不少族内人，那蛇族族人岂不是越来越少了？我自来到蛇族，你们并未亏待我，这种时候我们更应该一起面对敌人。沈腾脸色渐缓，若是能安然无恙归来，我们一定让族长封你为阿里多。我笑着点点头，在蛇族，阿里多手里的权力比族长夫人还要多，这就意味着我以后在蛇族内能自由地干自己想干的事情了。我带着几个蛇族将士，一圈一圈地围绕兔族领地跑着，假意寻找出口。越往前走，前面的路就越不好走。我派了将士前往打探，可惜这个将士再没有回来，反而是如烟和韩风出现了。如烟一脸笑意，婉柔，别再挣扎了，今天我不可能让你们逃出去的。如烟，你也别太得意，到底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。哈哈哈，那你要不要回头看看你还有几个人？跟我斗你还是太嫩了。我看了看如烟和韩风身后跟着兔族大部队，我就知道我的计划成功了。我一圈一圈的绕着，并不是为了和他们来正面冲突，我真正的目标是兔族后山的那条河。兔族后山背靠悬崖，若是从悬崖下去游过河，就能避开兔族夹击。我能想到的，显然如烟也能想到。为了让他放松警惕，我才带着人一圈一圈的假装找出路。如烟果然上当了。我现在能做的就是拖延时间，尽快让蛇族其他人过去接应沈清。而我还需要做的是挑拨兔族族内矛盾，只要他们的矛盾四起，一切不攻自破。如烟，你一直想追求自由，难道你嫁给韩风就自由了吗？要是我没猜错，兔族才是规矩严苛吧？还有你身边这位可不止你一个夫人吧？这倒是无所谓，最重要的是你所谓的自由，在他这里是更不允许的吧？我笑盈盈地嘲讽他。如烟的脸色黑了下来，因为全都被我猜中了。事实上，兔族为了得到各族的势力，到处联姻，也是为了得到更加高贵血统的子嗣。韩风即使步入老年，也要坚持娶妻生子，更何况兔族内部等级制度严苛，规矩也多，而且大部分规矩都是为了约束雌性，加上兔族族长韩风
风生性多疑，嫁给兔族哪里有什么自由可言，有的只是东躲西藏的生活和每天数不尽的猜疑。果然，韩风在听到我的话以后，表情冷了几分。如烟看着我，恶狠狠地说道：“反正不论你说什么，你今天都死定了。”韩风接着开口道：“什么他所谓的自由？”我刚要开口，如烟瞪了我一眼，闭嘴，转头对韩风说道：“你听他瞎说什么？你就等着我给你生一个血统高贵的孩子吧。”韩风冷哼一声，突然兔族将士来报：“族长大事不好了，蛇族族长已经攻破海族了，海族败了。”韩风大叫一声：“什么？你这个女人在拖延时间！”他转身啪的一声打在了如烟的脸上：“你耍我是不是？你跟你妹妹一伙的，就是想让我兔族灭族，亏我这么信任你！”韩风气急败坏地指着我：“把这个女人给我抓起来！”我没有反抗，因为我知道兔族并不像蛇族那么牢不可破。我和几个蛇族将士被作为人质关在了兔族的牢里，这时候我只能自救。沈清重伤，肯定无法来救我。夜晚，如烟顶着红肿的脸来牢里看我，将水分给我们几个。几天的奔波让我筋疲力尽，因此我端起水立刻喝进去。只是在水即将进嘴的时候，我看到了如烟眼中的恨意，我连忙大喊：“都别喝，水里有毒！”如烟的脸有一瞬间扭曲，她疯狂大叫：“婉柔，凭什么你的命这么好？沈清都快死了，还在攻打兔族，就为了让兔族放了你？”我心下一惊，沈清不会因为我死在兔族手里吧？不过很快我就听到了脚步声，兔族将士将我送出去。在出去的时候，我听见如烟在我身后疯狂的笑声，她在兔族的日子不会好过了。出来后看到沈清在兔族领地等着我，看她安然无恙，我的心彻底落地。我们一路赶了回去。这次作战虽然没有让蛇族损失惨重，但也多多少少的死了几个将士。沈清心疼的好几个晚上没有好好休息。我想将在狐族学的医药原理在蛇族大肆的应用起来，于是找到沈清商议：“沈清，我在狐族会一些药理，或许能改善一下蛇族难以孕育子嗣的体质。”真的吗？沈清看我的眼睛亮亮的。将他从战场上救回来之后，我发现他并不是难相处的人，每出去一趟，他总会给我带些小玩意儿回来哄我开心。他几个月没有回族内，发现族内人饮食习惯的改变，他也会默默适应新的饮食习惯。我每天上山采一些草药来制药，沈清不忙的时候总会陪着，然后将我熬制成的汤药分发下去。我相信不久的将来蛇族会越来越繁盛，跟前世一样。兔族因为战役导致粮草消耗过大，很快供不上族内人的吃食，很多兔族族人都被饿死了。再加上前期如烟在兔族大肆挥霍，这导致兔族更是雪上加霜。兔族最后无奈只能找上蛇族。兔族族长表面温柔得体，背地里却日日钻研算计，用族中美女来换取情报粮食，其中也包括他自己的妻子。不过这恰恰应了如烟的爱好，他应该会很喜欢吧。如烟被以送盟约为由送到了蛇族，这次见他没有几个月之前那么光彩夺目，倒是有一些狼狈不堪，应该是被送给了不少种族了。他再次看向我的眼神有些赤裸裸的恨意，我看着他冷笑道：“如烟，这不正是你想要的吗？这种自由的感觉如何？我发现你和韩风还真是天生一对啊，一个为了粮食情报卖人，一个为了男人卖人。”如烟气急败坏道：“你以为你好到哪里去？蛇族的规矩这么多，你要是哪天受不了了，我叫韩风接你回兔族。不过你也不用担心，沈清念旧情，你最好能给他多生几个，最后都夭折，哈哈哈！我回兔族干什么？回去为了挨饿吗？”我对着他咬了一口刚烤好的鸡腿。说完，如烟的肚子适时的叫了一声，他脸色顿时沉了下去。如烟刚去兔族，因为带的嫁妆不少，所以兔族族长对他宠爱有加。可是嫁妆总有用完的一天，韩风就起了将他作为联络各族联盟礼物送出去的心思，可以用来换情报和粮食。如烟平时私下放荡，虽然刚开始觉得没什么，可后来却受不了了，于是就主动提出攻打蛇族的计谋，好让韩风觉得他有用，从而放弃将他作为玩物送出去。若是能拿下蛇族领地，那以后基本不愁吃穿了。可惜他的计划落空了，兔族跟上一世一样得了个落败的下场。婉柔，你赶紧吃吧，沈清受了重伤，你得日日清心寡欲，焚香斋戒，保佑沈清刚起来就被他们摁着跪着，到时我看你怎么办。如烟，我发现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等你到时候发现跟以前不同，你最好能像现在一样伶牙俐齿，按照约定两族签约，蛇族族内早早备好酒水吃食。沈清特意邀请我一起出席联盟仪式，他得意地和我说，等你见过本族长威武的模样，你肯定会同意跟我圆房生孩子的。我笑了笑摇摇头，那可不一定。他瞬间气得咬牙切齿，气鼓鼓地走向宴会场，见到兔族族长又变回一副高冷模样。兔族族长看到沈清立马上前迎接，脸上摆出一副讨好的姿态。沈清族长能见我实在是我的荣幸，然后一把拉过如烟，对着沈清开口道，这是我族中最美的雌性，特意让他来给沈清族长献舞。如烟在宴会厅的中央翩翩起舞，眼神看向沈清是尽显媚态，再看向我时表情明显一僵，不过很快调整了过来，他越跳离沈清越近，衣带时不时划过沈清的皮肤。沈清皱了皱眉，连眼睛都没抬就让他下去。看着如烟没有得到沈清的赏识，兔族族长瞪了一眼如烟，如烟吓得瑟缩了一下。韩风又让人端进来一个盘子，掀开一看是一颗闪闪的红宝石，我定睛一看，这原本是我的嫁妆，后来就都属于如烟了。韩风这时候开口道，这枚宝石是我族中圣物，还请沈清族长收下，日后可为夫人打造一枚戒指或者项链。我看了一眼如烟，也难怪，嫁妆肯定已经被韩风据为己有了。我上下打量他一番，发现他脖颈处有一处伤口。如烟发现我盯着他的伤口，慌忙用衣服遮住。我猜如烟不愿意当联盟的礼物，所以被打了吧。可是我一点都不可怜他，毕竟我清楚的记得喝下毒药后五脏六腑的疼痛感。突然如烟给我使了一个眼色，是想跟我谈谈。我嘴角微微扬起，看他能耍出什么花样。沈清和韩风还在各怀鬼胎的在谈判桌上谈判，我默默退出，跟着如烟来
来到了后院。如烟见到我来后愧疚道：妹妹，之前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不该嫉妒你的。现在你看我在兔族受苦，你也算是出了口恶气。妹妹，你看姐姐已经得到报应了，你能原谅姐姐吗？我神色认真地点了点头。来，既然你原谅了姐姐，那咱们就一杯泯恩仇了。妹妹，你喝了姐姐的酒，我就当你原谅了姐姐。见我站着不动，她举起一杯喝了下去。妹妹，你看没毒，姐姐既然没毒，你不妨都喝掉好了。我双手抱臂看着她喝酒。姐姐，你今天不喝完这壶酒，妹妹我可不原谅你哦。说完我扬起了笑容。如烟的脸色一僵，迫于无奈，她咬了咬牙，将整壶酒都喝了。婉柔，凭什么你能过得比我好？明明我才是家里最受宠的，你没我漂亮，处处都不如我，凭什么能得到这些？毒药很快发作了起来，如烟张着嘴一口一口的往外吐血，直到死眼睛都死死的盯着我。我惊恐的叫了起来：兔族夫人刺杀蛇族夫人未果。这一消息传出，两族谈判中寒风瞬间掉进了低谷。最后两族签订协议，兔族俯首称臣成蛇族的一个小族，蛇族派人过去接收兔族，协助寒风管理兔族。几个月后，蛇族族内不断传来好消息，首先是好多雌性兽人都怀孕了，这让整个蛇族都欢天喜地。其次就是族长夫人怀有身孕，怀孕后沈清日日守在我身边，生怕我有什么闪失。我也催着她去处理族内事情，可沈清好似听不见一样，每天一睁眼就跟在我身后。我有上一世的生产经验，断然不会让孩子出什么差错，可沈清依旧不放心，每次摸到我肚子的时候，眼睛总会亮晶晶的看着我，看得出来她真的很开心。我也就随她去了，希望日子总是这么美好。全文完。